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昨天呢是12月4号，也就是中国的国家宪法日。就在这一天呀，好巧不巧又出现了几个事情。让我们先看视频。各位，谢谢配合，走，都上马路上面，快！要不你收起来，我就收脚了啊！收起来，好吧？收起来。你要自己收，要不我收脚。收了吗？好吧，收起来。您别碰我。收起来，我不碰你。收起来都。来点儿，不是法警，来。证件给你出示了，这要配合啊。法院这儿。视频拍摄的时间呢是2020年12月2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门口。在视频里可以看见一个警察呢，一只手呢在出示他的警官证，另外一只手呢去收缴民众手上的这些作为游行展示用的图片啊、纸牌啊、打印件啊这些东西。并且呢，在视频中我们可以听见警察在大声地说：“你要不然自己收起来，要不然我就把你收走。”这个行为呢，已经明确地说明这个收缴的行动呢是强制性的，它不是说民众自愿的。首先呢，我们要明白这个警察他已经违法了。我们具体看一下他违了什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呢，最近一次的修宪是在2018年。也就是习近平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以及呢弯弯绕的把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写入宪法当中的这一个版本。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这是第一。也就是说，你国家后来不管通过多少条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或者说如果你北京市海淀区有一个自己区上的治安管理条例之类的，你就规定人民不准用牌子站在路边。那么你这些法律呢，首先呢，你必须要保证跟宪法是不冲突的。如果有冲突，那肯定是以宪法为准。所以说，如果这个警察他当时是按照某一什么治安管理条例或者是国家安全法去收缴这些打印品、打印纸和宣传用品的时候，他所依仗的这些法律法规本来就是违宪的，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好，再回到宪法上来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是第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第三。好，那咱们继续来看这个警察的行为。首先，假如这个警察不是他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那么不管是谁，只要他发出了这条命令，他就已经违反了宪法。因为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请问我在游行，我在示威，我在结社，那我手上拿着的这些牌子如果被收了，那我还怎么游行，怎么示威，怎么结社？其次，我手上的这些牌子也好，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我的个人财产。那宪法总纲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的财产不可被侵犯。所以呢，就想问这个警察，你已经违反了多条的宪法，身为一个执法者，你自己难道不懂法律吗？更何况你是出现在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个警察，所以呢，你有很大的可能是一名法警。身为法院的法警，你更应该明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你更不应该去违法，对吧？如果你说这个事情不是你愿意去做的，是你的上级命令你去做的，你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好，那么可以原谅你。那你的上级是谁？请你一定保存好这些证据和档案，因为在不会太久的将来，你们所有这些违法的公务人员将会首先一个不漏的被审判。好的，警察的事情看完以后，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里边的那个女孩，她是谁，以及她有什么故事。她名叫弦子，一个90后的女孩。她呢，就是在2018年把中央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朱军告上法庭的那个弦子。可能很多朋友啊对整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著名的主持人朱军，中国人应该对他非常熟悉，但是呢，很多人只知道他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因为他涉及了多次的性骚扰，所以呢声名狼藉。关于他的小道消息，那很多年前就在国内已经流传了。在2014年，弦子这个女孩啊，作为一个实习生呢，就来到了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实习。作为共产党的喉舌，这个大裤衩频道啊，当然也要把党的那套生活作风带到他们的工作上去。对于这些新来的实习生，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进行性侵犯，这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弦子也不例外，他呢很快又被朱军这个老色鬼给盯上了。我是6月9号那一天，然后那个化妆室的门也是虚掩着的，就是并没有扣死那种。
再一个就是央视的那个旧楼是它有一个演播室，然后演播室外面环绕着一圈那个化妆室，然后化妆室外面是那种特别热闹的，所以我当时觉得那个环境特别安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安全的一个环境。是朱军看到我坐在那个地方之后，他就主动的就问我，他说你想不想留在央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因为我是真的就特别不喜欢央视那个地方当时。然后他又问我说那你想干嘛？我说我想考研。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考哪个学校呢？我说我可能要考。然后他就说他认识那个校长叫，然后又说他跟当年是一块在北京奋斗那样，所以就是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吭声。然后他又说问我去过央视的那个旧楼没有，新楼就是那个大裤衩，当时刚修好没有多久。我说我没有去过。然后他又说大裤衩旁边有特别多餐厅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那说他有机会带你去。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有什么机会你能够带我去呢？他就把我的手拉起来就看手相，他说我会这个。然后我就表现得挺不舒服的，我就把手给抽回来。那天穿的衣服是一件就是领口也很就是领子特别小，然后一个连衣裙，但是那种直筒的，然后是棉布的那种。朱军他就把手，他想从那个裙子里面伸进去嘛。我当时是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我是两个腿都并着的，所以他就发现他伸不进去。然后他伸到膝盖那个地方，伸到膝盖往上的时候，他就发现就伸到那他就伸不进去了。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想把我往他身上拽。当时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其实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当时就想的是我怎么样我肯定不能让我的身体离开我的椅子，因为我要是真的被他给拽起来的话我就会很不安全。因为他就是一直把我往他身上就是用手撑着拽，但是我也不是很敢太挣扎，就是他也没有因为我不挣扎就采取暴力啊什么的，这个也没有，就是他一直把我往他身上拽。然后我就一直用两个手抓，因为那个椅子是有扶手的，我就一直用我的手抓着那个扶手，然后我就往后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一只手拽我，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隔着衣服就是在摸我的身体那种，上半身就是下半身那种，但是隔着衣服的那种。他后来就觉得他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怎么都拽不起来我，就是除非他采取暴力，不然我肯定是不愿意起来的。然后他就用两个手然后扣住我的脑袋，然后就用他的嘴亲了我的嘴一下。那一下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说我很早就注意到你了。这个过程可能就5分钟左右吧，然后那个嘉宾就进来了，然后嘉宾进来的是敲了门进来的，因为他是敲门进来的，所以他在他那个严伟文进来之前他就已经调整了。然后朱军就在跟严伟文就社交就打招呼，然后我就走了，就直接就走了。事发以后，贤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呢，还是选择了报警。来到派出所以后，警察做了很多技术性的取证，比如说身体上啊、头发上啊这些指纹的提取，并且呢留存了贤子事发时候穿的那件衣服。据说那件衣服上边后来已经检出了朱军的 DNA。最后呢做了一些询问的笔录以后呢，却不予立案。他们的理由呢是让贤子自己考虑一下，朱军有他的正面影响力。你看朱军也没把你怎么样，对吧？没有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也没有生命安全。你再看朱军作为一个国家的正面的形象，而且呢他还是政协委员，别去折腾了，就这么算了吧，姑娘。在共产党的眼里边，当法律遇到影响力，那他就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呢一边在给贤子做工作，一边呢又派人到了贤子的学校，让学校里边的老师给贤子做工作，并且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也没去上课，然后我的室友都去上课了，我就在睡觉的时候我是被给推醒。他一看到我醒了，然后我就坐起身了，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我，可能就是他就扫了我一眼，就觉得我四体俱全还活着呢。他就给央视的那个领导打了个电话，就是他当时还没有跟我说什么话，他就立刻给那个领导打了个电话，然后我听得特别清楚，就他说第一句话就是说小姑娘没事儿。
就是反正他就觉得你没事儿，但是他并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事儿，他反正觉得你还活着，你也没有被朱军打得皮开肉绽之类的，他就觉得你没事儿吧。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他跟朱军的关系也没有我们觉得那么好，希望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因为如果把这个事情说出去的话，他在学校会受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处罚可能。然后在央视那边这个事儿也完全是他的责任，就也有人会怪他。然后他还说他跟朱军打了10几个电话，朱军都不接。然后他就非常希望我就一直在那说让我让我不要去影响他的事业，说如果我把这个事情闹大的话，他的事业就彻底毁掉了。除此之外呢，还派警察到弦子的老家武汉去做他们家里边人的思想工作。当时啊，媒体也有零星的报道，但是呢，报道出来不久，立刻就全部被勒令删除。就在那段时间呢，还出现了很多通过电话去骚扰这个被性侵的受害人小姑娘，并且还扬言要去伤害她家的父母。喂，喂，请问您是谁啊？我跟你说，那我真是朝你妈去了啊，在武汉。我听见你说什么呀？我听不见。我说我找你妈去了啊。那你声音大一点，你再说一遍。你声音大一点，你再说一遍，我好报警。来，你再说一遍呀。这件事情呢，就被这个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朱军不知道用什么神通广大的手段，就这么压了下去，而且一压就是4年。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子，要不然他就当不了这个局长了。你他妈的不认识我？对不起，我真不知道她是你的太太。到了2018年呢，弦子的一个朋友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非常长的文章来揭露这件事情。在当时啊，这个是耸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就上了热搜。但随之而来的呢，又是新一轮的新闻管控。大概半个月后，替弦子发声的这位朋友呢，收到了他房东给他的电话，要求他尽快搬走。原来是警察通过他们内部的侦查手段，找到微博发文这个人的住址，并且联系到了房东，给房东施压以后，授意房东让其尽快搬走。朋友们对这样的操作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陈秋实当时在武汉的时候，不就是这样被房东赶到街上去的吗？这就是共产党政府做事的基本原则，不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算是遇到了受害者，遇到了一个被性侵犯的一个女孩，这些恶警的思考方式啊，仍然是先看一下要调查的人是谁，得不得罪得起。像朱军这一类的人啊，如果谁告诉我他跟公安部的部长、副部长是好朋友，我绝对一点都不会怀疑。那警察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呢，他们就选择了背弃自己穿上警服那天的誓言，背弃了国家的法律，充当了这个罪恶年代的打手，让犯罪分子逍遥在外，让受害者一个小姑娘承受一辈子的痛苦。我特别想对这些警察说，在这个数字化的年代里边，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会留下数字指纹。很快审判到来的时候，你们这些作恶的警察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啊，我呼吁穿着制服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先忘掉那些什么党纪国法，仅仅从一个人的角度出发去判断这些事情的对错。虽然你们大多数是无神论者，你们大多数是党员，但善恶有报，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理解他的意思。万一他真的有来世呢？万一他真的有报应呢？头顶3尺有神明，这不是你们习总也在说的吗？年轻人好自为之。谢谢朋友们。